那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一直抱着。那是悠悠送的，他说什么同居礼物、最强装备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打游戏用的吗？应该是。最强装备，要不你装备一下？要不你装备一下吧，这个适合。我跟你讲啊，虽然我们现在是同居了，但是，你饿了？嗯，我去给你做好吃的。不用，我们去便利店买吧，我请客。好。买2送2，2、4，刚好4套。保质期还可以。那你先在这里逛一下，我去一下那边。啊，去吧。0411。房门的密码是0411。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，你可以录一个指纹。很方便。为什么是这个？也不是我俩的生日，难道是他妈妈的生日？哼。这些都是在便利店买的。对啊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堪比米其林大厨啊？以后我就在家里给你做，你就只给我米其林餐厅1半的钱，划算吗？你说，钱跟我，你更爱哪一个？大概，可能 ，maybe， 应该是你。你在哪儿学的这些？我哥教我的呀，以前在家里经常做，因为方便嘛。味道也就一般吧。一般吗？不是吧？就提了一下我哥而已，突然气到离席了还？我看看，他哪儿了？笨蛋，都烫红了。好了，寿喜锅里要不要帮你加点醋啊？我看你挺喜欢吃的。不用。用吧。不用。用。不用。用的。喂，悠悠。安生，你是想打听安心的事情吧？也想问问你好不好？放心吧，我们都很好。
安心更是小日子滋润的很，他都和林月住在一起了。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？他们住在一起了。啊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亲耳听到就放心了。那就先这样了，我还要去工作，随时联系哦。拜拜。拜拜。我都听到了，我还是小瞧了安心的手段。心儿，你跟林月的事情跟安心没有关系，跟他没有关系。如果没有顾安心，我和林月哥哥早都已经在一起了。还有你，哥，你这么优秀，多少女孩上赶着追你，你为什么偏偏对他那么死心眼呢？那你跟林月呢？没有安心，我和林月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心儿，这不是喜欢，只是不甘心。努力在感情里是没有用的，你哥我就是个失败的例子。我不会失败，我相信林月，我也相信我跟他一起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他会想明白。谁一直陪着他，谁有资格站在他的身边？那个人一定是我。心儿，感情这个东西它不是用时间衡量的。我不会放弃的。喂，背着我跟谁打电话呢？还这么意犹未尽。以后住在一起了呢，你要是有什么不自在，就告诉我。又不是第一次住在一起了，有什么不自在的？当然，有了一次的经验呢，之后会做得更好。你给我的不是经验，那个叫魔鬼体验。那我们就把之前没有做好的、没有做完的都补上，好吗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心脏检测仪，戴上这个呢，睡觉的时候就能保证你的安全。如果有什么异常，它就会打给亲密联系人。亲密联系人应该是你吧？那我们两个人都有异常怎么办？那他就会打给医院。
心跳怎么这么快？没事吧？你不会是在想什么五光十色、少儿不宜的内容吧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你想什么呢？能不能给你男人一点信任啊，郭安心小姐？那你以后能不能也多信任我，让我成为你安全感的来源，而不是这些？好，睡吧。安心，是谁啊？哦，那个你的快递我给你放在门口了。好，谢谢。什么快递呀，还要寄到家里来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才孝顺呢，说好的彼此的信任呢？哎，你说我们要买点什么类型的家具啊？安全系数最高的。应该买物美价最廉的。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双人大床啊？好啊。你干嘛呢，小矮子？我量尺寸。你不用量了，我是2个你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床有没有太小啊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刚刚好。我睡觉不太老实，你可不一定抓得住啊。那就试试吧。先生，如果您喜欢的话，我就给您开单子，您签字就好了。你挑喜欢的款式就好了，尺寸我都量完了。这款特别舒服，您跟太太一定会喜欢的。麻烦用最快的方式配送。懂，绝不耽误。开始吧。
踩着猫，你不摇它招什么财？来那边。好，可以拜了。哦，真拜啊！拜。终于弄好了。看到这一切，好像又回到了刚开始一样。只不过呢，没有小瘸子，也没有大蟑螂。但是呢，有一个让你安心的好男友。你这画的是什么呀？求鱼啊，我说是这个人。不够明显吗？你啊，我？我有这么丑吗？拜托，多像你啊，缩在沙发上。求鱼多可爱啊，跟你一样，遇到危险就会把自己缩成一团。手机借我用一下。啊。你手机怎么没设密码啊？要密码干嘛呀？万一哪天手机丢了，陌生人捡到，也知道打给谁啊？不设密码才危险呢，万一银行卡密码什么的泄露了怎么办？那你给我说一下吧。那你有什么幸运数字或者是喜欢的日期吗？那就0411吧。哦，好。资深铁臂男，抗比心体质，我喜欢。4月11日，顾希儿生日。谢谢。
了庆祝你回来，赵磊真的是破天荒挪用公款买的蛋糕。嗨，你们说，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的生日设成门禁密码，这说明什么呀？那肯定是用情很深啊。不是，怎么感觉你怪怪的？万一他还有一段什么感情前世我不知道，你说会不会我就等着有一天给返场女嘉宾乖乖腾地儿，双手奉还啊？的确，前任是这个世界上最晦气的物种。哎呦，其实我也不确定是不是，但是我真的很少见他在电话里面那个语气这么温柔，而且还带着笑意。逼他，你得问他呀。那我万一得到一个让自己失望的答案怎么办？还不如憋着，谁还没有点过去呢，对吧？嗨，你既然有疑虑，你就要提起精神，加速火力，守护你的爱情。真的。我是不是对他的过去太执着了？其实我又很害怕，会不会在我们真实相处之后，他觉得我们俩并没有这么合适？你俩就是人尽皆知的小夫妻，谁敢来作妖？就算敢来作妖，咱们也得把他干下去。不管谁来作妖，我都绝不会退步的。Hello， 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这不是为了你慕名而来吗？脱了白大褂的我，是不是有一种莫名的帅气？那希望一会儿分组试练完，你还能保留这份别样的帅气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来讲一下拳击中的步伐，保持重心，滑步出击。只有当你的步伐足够娴熟的时候，才能将力量上升到腰部，而腰部对于我们来说呢，又是十分。教练，你说这个腰部这个发力，我怎么总是感觉不到呢？是这个位置，对，这个位置，这儿，对，我怎么感觉不到呢？哎，是前腰还是后腰？是这儿吗？这儿吗？咦，怎么感觉不到呢？你干嘛呢你？臭小子，你谁啊？你哪根葱啊？敢推我？你管我是谁呢？你个猥琐男！你再碰艾丽一下试试。我碰了，你想怎么着啊？教练，我申请训练赛。好啊！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要保护你啊！
申请训练赛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要保护你啊。肖雨珊，肖雨珊，起来！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还是没打赢他。输赢并不重要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他打呢？你知道你只训练了2场，很有可能会被打成重伤的。我就是要打赢他，我必须打赢他。你为什么这么执着呢？我为了你啊！为了我。我呢就是个小菜鸡，你呢武力值爆表。我要是不打拳的话，我拿什么跟你有共同话题呀？而且你只喜欢打拳。喜欢？谁跟你说我喜欢打拳的？你不喜欢打拳？这只是我的工作需要，擅长跟喜欢是2码事儿。你怎么不早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会不会看不起我呀？今天你是6米见方的拳击场上最厉害的拳手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一定要让他给你道歉，在所有人面前给你道歉，不然我是不会放弃的。谢谢你。你这突然大写加粗的温柔，我还真有点不适应。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你今天这种鸡蛋碰石头的鲁莽行为，或许才是真正的勇敢。虽然吧，你说的是事实，但是可以稍微委婉那么一点点。你快别乱动了。这不是那个手下败将吗？小野教练，你帮他揉什么呀？也帮我揉一揉。你说的对，对待无法回以尊重的人，是应该给他点教训。教练怎么打人啊你？现在1不在拳击馆，2不在训练场，我也当然不是你的教练，我只是一个被你骚扰到怒火中烧的普通人。太帅了，刚才是不是特别爽？以后就应该这样，随心所欲，有什么不开心的，嘁哧咔嚓发泄出来。你要是实在不想说，这不是还是有我的吗？我愿意24小时无休做你的树洞。真痛快，就是有点后悔，刚才应该打得再重点。不着急，下次我来。扶我一把。来。顾老板，不行，
这我还什么都没说呢。一般称呼开头的都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呢为我们工作室切了一大单，大企业秘密招募企业形象设计。老板，我这手头上还有一堆活没做完呢，你这是想把我掏空吧？哎，听我说呀，这单要是做成了，不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而且至少能实现咱们工作室半年的奶茶自由。行，做。工作使我快乐，加班使我更美。Nice。能把挣钱说这么清新脱俗，也就你们俩。奶茶你不许喝。顾老板，一会儿啊。不行。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我的意思是一会儿你见着甲方爸爸，可不要被惊喜冲昏了头脑。都是人嘛，未必他还有什么三头。你说的大公司？刘备啊。你说的大 boss？小林总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不是，我是怕你弃单避嫌啊。你这万一要是逃单了，那咱们这个月的业绩可就归零了。虽然说避嫌确实是有些作妖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这嫌真的是太大了。不行不行，赶紧。顾老板，你说这来都来了，而且我已经替你打听过了，这个公司呢，知道你跟小林总关系的人屈指可数。真的？真的。所以啊，你就当是看在奶茶的份上，钱的份上。钱的份上。钱的份上。奶茶的份上。奶茶的份上。好冷，好绝情，好有魅力。更难的是，他始终如一，不爱笑，没有莺莺燕燕也就算了，居然连花枝招展男情敌都没有。末日先生何止是不近女色，他的雄性可是杀伐决断。到底是何方神圣能降服我们的冰山太子？他究竟在等谁呢？让我陌生女人，原来是他，危险人物预警。林总，以后一定要多多关照啊！有机会的话，一定是要多多合作的。原来只是供应商啊！也是，你看他从上到下，一无是处，化妆穿着，充满瑕疵，情敌概率，基本违法。你，哎呀，我是被赵磊骗过来的。这次的工作不知道是跟你公司有关系的。我也不知道，这次合作纯属巧合。是，这确实不是林总安排的。总而言之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你女朋友，我也不想让别人说我的公司是走后门进来的，也不想你骗他们，明白了吗？谢谢你啊，林总。两位，里边请。哎，林总。克制一下。那要是克制不住呢？那就用心克制。我们公司的特色是2次元，但是现在市面上，互联网公司跟2次元能够碰撞出火花的案例并不少见。就此这样的案例，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调查。如果各位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做一些类比给大家供参考。袁总，其实这种小项目的签约你根本不用参与的。哦，我是来抽查一下你们市场部的工作，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顾小姐，合同没问题了，预付款给到你们，咱们就可以按照计划正常进行了。啊，好的，期待我们合作哈。谢谢啊。等等，这位是顾总监吗？啊，是。你来一下我办公室吧，我有些理念要私下跟你传达一下。
没有见过我们林总对我们工作这么认真过。你们这次一定要好好做，不然以林总的为人，我都得死。啊，放心，死不了。啊，哈哈。你干什么呀？你把我一个女孩子叫到你办公室来，而且为什么不叫赵磊？顾总监，把门带上。到底是你退回来的，还是顾安心退回来的？心儿，怎么，现在娱乐公司谈代言合作，都要老板亲自出马了？毕竟这一次甲方是你啊，看来我们也没必要谈什么代言人合作了。现成代言人不是已经有了吗？是谁？难道你觉得还有人比你更适合代言菜鸟驿站吗？盛总可真是幽默啊！星儿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卖花的人告诉我，这束花它有一个花语，叫做“足以与你相配”。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而我呢，也终于有机会拥有跟你朝夜相处的时间了。看来你这次是想全权负责这个代言活动。我现在手里呢，只可以回给你下个月的校庆请柬。你不说的话，我都忘了校庆的时间了。这是什么？它值得吗？你不会明白的。我怎么会不明白？我不是一直在等待某一个人吗？我也希望有一天他还能回头看看我。如果他不知道回头呢？那就一直站在他身后守护他，一直等下去。对了，晚点吃什么呀？星儿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会一直爱着你。这件事情你可以反复向我确认。饿了，吃饭去吧。走吧。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不是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还开这么多灯？我这水费、电费，我这麦乐也找到女朋友了。嗨，还没缓过来呢。我在进行退圈仪式。你说我都喜欢了77412天了，怎么能说忘记就忘记啊？没事儿，我这东西你随便用，不要哭了。你说怎么，网络也好，现实也好，不管我怎么付出都没有结果啊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你挺好的，真的。你可能只是努力的方向稍微有点偏差，但其实你是很值得被别人喜欢的女孩。真的？绝对。ZQSG。今天 BBC 制作的纪录片《重建巴黎圣母院》上映。该片由法国、美国还有澳大利亚多个机构联合摄制完成。人
全是现场画面，实景感强。下面请大家欣赏片段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跟悠悠拿了你的地址，这是你暂住的时候放了一些日用品在我这儿，一直都没给你送回来。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。什么时候开始跟我这么客套了？之前的事情，对不起，感情的事情哪有什么对错？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，我们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的，对吧？玫瑰天窗被焚毁殆尽，火灾持续14小时，屹立了850年的古迹。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。巴黎圣母院由于损毁严重，重建工程充满难题。那你听，巴黎圣母院它也会受损。巴黎圣母院重建法案旨在为重建巴黎圣母院提供法律。如果卡西莫多没有隐藏自己的情感，故事会不会不一样？艾斯梅拉达会被打动，会爱上他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世界上没有这么多如果，一切都要向前看，哥。我的爱心真的长大了。以前的事情你不需要有负担，我们就像过去一样就好。我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去给你把饭菜热一下。刚刚谁来过了？没有谁啊。是顾安生吧？你怎么？你都知道了，干嘛还问？我没告诉你是怕你生气。我怎么会不高兴呢？怎么，你哥不放心你来给我送温暖啊？不是，是我落在他家的东西，他给我送了过来。那不是有快递吗？我就知道你会这样。安生只是我的哥哥，仅此而已。我今天真的已经很累了，好多工作要做，还给你准备了饭菜，不光没有表扬我，还跟我发脾气。这么快，这个赔礼小蛋糕就送来了？我可不像某些小坏蛋那么没良心。我才没有没良心呢。怎么了？遇到困难了？创作的时候遇到瓶颈期，其实很正常。所以你这个小蛋糕送来的很及时。慢慢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你以后见你哥，不用瞒着我。不对，你还是别见他了。那我是见还是不见？总之，你不能瞒着我。好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个坦白局。
有几件事情我不知道该问不该问。请讲。每天晚上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是谁？肖医生。他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？他让我帮他追艾丽。喂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要挂了！那挂了吧？哎呀，我腰受伤了，我还把厕所的门把手给拽了下来，我现在被关在厕所里面，要是把手没办，孤独终老了呀！那你不应该打120-110养老中心吗？打给我干嘛呀？你心怎么这么狠呢你？我不是放你那儿一把备用钥匙吗？你把门把手再插上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把门打开。啊，我试试啊。哎，开了，我脑子短路了。不是1天2天了。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我这么惨，十分惨，特别惨啊！你的备用钥匙不应该给我，应该给你女朋友。我又何尝不想放在艾丽那儿呢？但是我现在怎么办？那去找你的艾丽啊。那，行，难得出了个好办法，好兄弟。哦，对了，你明天去上班的时候啊，看完腰再给自己看看脑科啊，好好看看脑子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每天晚上都笑眯眯的打电话，还意犹未尽的样子，是因为嘲笑他？是。肖一山喜欢艾丽。不过他也挺不正常的，这种事情居然跑去找你。陷入爱情的有几个正常的？你骂我呢？你不要岔开话题。还有，我先告诉你啊，我不是有意的去窥探你的隐私，我只是帮你取快递。然后我拿到快递之后，我就不小心，我就瞄了一眼，就看到是顾仙儿给你寄的快递。我退回去了。所以里面是什么呀？鬼鬼祟祟的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又不关心。早说嘛！早说我可以帮你打开看看呀。那万一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多浪费啊，多不划算。既然跟你在一起了，那就要跟别的女人划清界限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门禁密码为什么是0411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啊？0411是我们的第一个纪念日。小毛豆，我会来找你的。0411是我们的第一个纪念日。小颖的手中的前来，首先要去了解他们。你还好吗？你确定你这样能做汇报？我很好啊，我又不是因为紧张。看出来了。我认为90后他们更需要能够接受这样。哎，干嘛？你醒醒啊！你挤的牙膏是我的洗面奶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
你在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设计挺好的。当然好啦，成双成对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师傅你就在这块儿停吧。这位乘客，目的地还没到呢。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到啊，要是被人看到我们俩一起下车，不就破功了？你就在这儿放下，我自己能走过去。傻瓜，我送到下个路口，好吗？想要赢得受众的青睐，首先要去了解他们。我把受众的目标定在了独居的90后，因为我认为90后更加能够接受这样 Q 版的形象。我们可以借力让全新的形象推向我们的秋季市场，来巩固、来强化我们的主题，温馨陪伴，独一无二。品牌形象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呀？意在商业用途和品牌宣传。但是现在这个设计跟我们 New Way 的新理念极其不符。用户定位是精准到位的，但是实际设计的这个形象有点过于低幼，恐怕难以契合 New Way 的时尚感。确实，这些备选概念形象切入点缺乏新鲜感，有同类企业同质化雷同趋势，受众接受和针对人群的理念传播力到达率较弱。实在是抱歉，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。不过非常感谢各位给我们提的意见，我们都是会采纳的。我们相信我们的团队下一次能够反馈到很好的设计给大家。都发言完了吧？这次只是初次评定，了解了彼此的诉求之后，相信您方可以提供更好的设计方案。散会。等一下，请贵方的主要设计师留步，我有些意见要和你单独讨论一下。还好吗？不好，信息太多了，有点饱和。不过消化消化也能行。只是初次评定而已，还要看最终的汇报结果。你刚刚没看到他们的反应啊？没戏了。还有时间。在这之前呢，我可以给你一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，比如……我不想走后门，我现在只是一点点的状态，等我真的达到了终极状态的时候，会给你惊喜的。你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林总，不发音交给你方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走。好了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，平常心就好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绝对是活力值最充沛的乙方，你就等着看吧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怎么办？画不出来。慢慢来，会有办法的。要不你再看看参考？要不你帮帮我吧。我？好，别动啊。
你把这些贴在画板上，不一样吗？粘在你身上，我更有灵感一些。行，就这样，别动啊。我就说嘛，还是得实地考察，具体的看到了企业文化之后，这样呢，我的设计才会更加的有真实感。看来这次你一定会很顺利的。我会加油的，你去忙你的就行。好，那把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对讲机，也是我们公司的特色。这是谁设计的？当然是林总了。有他的特色。行了，你去忙吧。好，有事找我。喂，对讲机。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些？这哪里是公司啊，简直是凌月大型粉丝后援团。你是负责企业形象的设计师吗？不好意思，打扰到您工作了是吗？没有。听说你前几天被骂得挺惨的。没事儿，越挫越勇，很正常。哎，你可不要误会我们林总，我们林总可是我们 B2M、B2C 的偶像。什么 2M？ 这你别管，总之，我们林总真的是太有魅力了。林总做事情啊，总是雷厉风行，而且还很帅。那冒昧的问一句啊，你谈恋爱了吗？没有，我一直单身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不是。请访柯安心小姐来一趟公司茶水间。茶水间？艾丽找您。有人吗？怎么是你啊？我明明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你下手这么重，你想谋杀亲夫啊？让你鬼鬼祟祟的吓我一跳，对不起啊。明明是你嘛，跟别的男生聊那么欢。New Way 的总裁居然偷听别人讲话。那你男朋友随便搭讪你着不着急啊？不是，我是怕他爱上你。有的人看起来冷如冰山，实际上背地里搞定了男女老少，让人怪不放心的。你吃醋了？哪有？哎呀，消气，别冲动。我们老板呢，刚认识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时间久了，发现他能力还是很强，人还是很不错的，一定是误会，没事的。看来公司的安保系统该升级了。我明白，这次确实是我太冲动了。你有这样的老板，我也觉得你挺为难的，真的。会习惯的。忙去吧。怎么了？
烫到了！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来，疼吗？来，来，做好了啊。这要是你一个人住啊，肯定每天都要磕磕碰碰的。你这要是一个人住啊，可能还不如我。那就说明呢，我们俩谁都离不开谁。哎，没事儿，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。甲方建议你上好药，立刻休息。这么温暖惜才的甲方，真是让我有一种想要长期合作、保留住心动的感觉。好。哎，你不用抱我。这是甲方在履行保护乙方的责任。走，睡觉。成天画这些，它下饭吗？它又不香。它不光下饭，简直就是仙人下凡。哎呀，醒醒吧，这陪你吃饭过日子总得是活人吧？那也得王八眼里只有绿豆才行。眼前的绿豆也比天边的爱多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怎么，你种草那家店打折是不是？当然是设计稿完成了。哎，你看。关心你飞得累不累，只有我，他就关心 KPI 飞得高不高。哎呀，没有 KPI 哪来 RMB 啊？当当当当。这是什么形状？刺猬、老鼠、树懒？不对，这是本设计师亲自以 New Way 创始人为原型的祖籍大草原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球鱼。哦，丑美丑美的，还挺有意思的。那他怀里抱的那是什么呀？避孕棒。他们家 logo 呀。的确是很不走寻常路，很牛威了。果然是爱情的力量，朝夕相处才有不同的灵感。你要不说说有什么甜甜寓意啊？对啊，这个品牌故事越多啊，这个品牌形象越有价值。明白了，我现在就写。爸，来了啊，坐吧。今天怎么想着过来了？哦，我想来先了解一下业务，把功课都做好。我记得你原来心里最排斥来公司的。以前不懂事。那怎么突然转了性了？我想改变我们顾氏被凌迟压制的局面。不会是因为凌月和安心在一起了吧？不全是。如果我能真的打败凌月，才是我加入顾氏的申告时。说实话，你的儿女私情我不管，但你要想明白，你今天做的决定，很可能是左右你未来人生几十年的重要决定。你到底想清楚了吗？我想清楚了。这么多年了，该吃的苦，该趟的路您都替我们趟过了。我现在只是想，让您的心血不要白费，重建我们顾氏辉煌。
我们就这么公然在甲方这么豪华家里大闹翻飞的合适吗？你是不算账，不知道我们创业者细枝末节的艰难。我们的商水商店的用起来多贵。合着你来偷电来了，抠死你算了。不是，我们两个诸葛亮愿意带你这么个小臭皮匠就偷着乐。诸葛亮，你是猪，猪头、猪脑、猪腰、猪全套。你们俩要再这么吵下去，一定会结婚。怎么可能？我这么年纪轻轻的还不至于瞎。最好是，毕竟我是你注定得不到的人。看来真的要好了。不可能。不可能。那，回来啦。等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公司新的形象设计吗？对啊。就是你说我长得像那个大乌龟还是什么？我好像没有说过你像大乌龟，这个是球鱼。哎，要不然你代表妞卫先试一下？不，我绝对不可能穿。哦。啊，你现在就像一个巨大的人形玩偶，可以把你放在公司门前做那个招财小神童。你确定就是这个了？怎么样？我无法客观的评价，因为你对我来说是不同的。放心吧，这回一定能行。正好，我给你拍个照看看。哎，笑一个哦，不用笑。这个设计还挺有意思的，还没完成呢。没完成都这么生动了，我好期待成品啊！好希望他们原地结婚啊！也太羡慕这样的感情了吧？羡慕什么？找一个。这又不是想要就能有的。你努努力，说不定。拆不开这个。这怎么粘一起了？你笨死了！我洗下水呢。不，你别扯疼。笨，轻轻的哦。哎，别动，笨。疼不疼？轻点啊，轻点。我们利用了明确的配饰，突出了5G 加物流一站式服务的新理念，发挥了网络资源的能力、物流协同的优势。大家往这边看，眼睛跟心脏的部位都做了特别的设计，安有不同功能的环境及身体安全监测器，是黑科技和奇特外观的一个结合产物。用眼睛去看，用心去体会，慢慢就会成为人们身边一个隐形的关心和陪伴。我给它取名为 Watch。它的寓意是注视和守护 ，Watching with you， 陪伴守护每一个你。想到这个主题，想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是因为一个人。最开始我总觉得应该是我去照顾他，我去保护他，但是不知不觉的，慢慢的变成了我是那个被守护的人。在这个非常快消失的时光里面，我仍然能够感受到温度，感受到爱。谢谢大家。恭喜啊！这是New Way成立以来高管层第一次一致认可通过的提案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惊喜？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，那现在？现在什么？哎，队长。
其实不是犯罪。所以闹了半天，刚好在调情啊。我女朋友郭安心小姐为庆祝设计方案通过，请全公司人员喝奶茶。疯呀你！你公司那么多人，我破产了，我得。没事啦，你请客，我付钱。笨蛋，你的钱不是钱吗？你刚才说的企业文化、善待员工的理念呢？那有的人他不爱喝甜的。好了，谢谢你为我们的设计那么努力。能跟喜欢的人做设计，超有成就感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跟悠悠他们去庆功了。我说你们俩怎么偷偷走了呢？原来背着我在这偷偷约会来了。谁要跟他约会啊？我不是为了给你和小林总创造机会吗？拜托，我是那种见色忘义的人吗？当然要一起庆祝啦！果然是我的好心思。那我现在有一个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坏的吧？坏消息就是我们下个月接了新的案子，可能要新一轮的挑征夜战，还有加班大战了。啊，那好消息是什么？续个命。好消息就是，New Way 的设计款到账了，我们可以提前准备进购会了。为什么这次款到的这么快？那还不是我们的主编是总裁夫人吗？啊，下个月的案子如果做得好的话，大家的年终奖我绝不手软。那是不是就是说，我追星的广告牌份子钱我就可以随意挥霍了？随意挥霍。糟糕，这死灰夫人的行动是怎么回事？果然是患难见真情，终于发现我的好了。这个，那我们怎么庆祝呀？啊，是啊，包在我身上。这是搞什么鬼？安心，黑咕隆咚的搞什么礼物交换仪式啊？出什么事儿？这么多蜡烛。怎么样？这可是最新款。很漂亮。啊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就是提醒你要好好赚钱。那个，我们要向前赚，向后看，努力赚钱，迎进步。好。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我知道，我可能不是你喜欢的类型，但是为了你，我可以跟你喜欢的一些和谐共存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也觉得挺奇怪的吧？就我平时总是跟你拌嘴，总是怼你，其实都是因为我喜欢你。我想让你关注到我，想让你看到我。我可以不耽误你跟你爱豆在一起的时间，但你可不可以匀一点时间给我，跟我试试？什么叫试试呀？你这是在跟我表白吗？不然呢？
带着其他男人来表白的呀？我也第一次。那试试就试试呗。林总，我们联手提前发布营销计划，发挥它的杠杆效应，不仅可以快速获得高额收益，同时能带领我们2家公司的其他业务，这样我们就能真正占据5G 技术的制高点。营销计划还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，我要的是万无一失。先发制人才能抢占先机，其他的问题后面慢慢解决完善就好了。林总，况且现在的经济情况，顾从眼前的利益更切合实际一点。我们做企业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吗？如果刘总觉得眼前的利益大过于长远发展的话，那我们就没有必要谈下去了。可惜啊，我还以为林总是个聪明人，现在很多企业都抢着想跟我合作。林总真的要放弃这次机会？送客吧。刘总，请。顾总，最近您新引进的促销活动获得了不错的积极反响，同事们想晚上搞一个庆功会，您看我们定哪里比较好一点？1个半小时之后通知所有人开会。我们要把市场份额抢占到45%以上才行。还有，跟各部门都说一声，把班业效率提高一点，我要在10分钟以内听到有效内容。好的，顾总，我这就通知下去。等一下，你们的聚餐找个好一点的地方，账单挂在我私人账上。好的，顾总。那顾总您怎么过去？我就不去了，你们玩得开心点。顾总，星野技术的刘总到了，让他进来吧。顾总，你好。终于肯接我电话了吗？公事的话直接找艾丽，别再打来了。不要再往家里寄包裹，我不想安心误会。怎么你总能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及时出现？我觉得这叫做心有灵犀。冥冥之中呢，我感知到了最近有人心情不佳。堂堂盛世娱乐总裁，现在改做神棍了，这叫做情真意切。好吧，那我给你个表现的机会，送我上班。我真有此意，我就是顺路来接我的合作伙伴上班的。少来了你，又是天天弄说的吧？你在我身边安插这么多眼线，你到底是何许仙？良苦用心。来，杏儿，趁热吃。无事献殷勤，必定有阴谋。没错，阴谋就是，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放松神器。林胜，是不是没有女孩逃得过你这温柔攻势啊？那就太可惜了，偏偏你每次都能逃过。杏儿，过来。
再优秀的人呢，有些事情能信，有些事情真的不行。谢谢啊。你跟林月是兄弟，怎么性格差的这么多呀？所以是不是开始比较出我的好了呢？想让林月做这些事儿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愿不愿意做，取决于喜不喜欢。你越来越会在伤口上撒盐了，我脖子就更痛了。哎，没事吧，星儿？要不去医院看看？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当真了？你哪件事我不伤心？难得没有回绝我。我对你哪有那么恶劣？不是差，是很特殊。哎，星儿，我发现一家新餐厅，要不去试试？我想喝酒。想喝酒，晚上我陪你。你说，如果哪天你也不在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只要你愿意，我一直都在。骗人的话可是会变成匹诺曹的哟。那就掉进你这头金鱼的鱼腹里。初中玩的话剧梗，你现在还记得？你还不一样。来，我们准备出发。就是那个娱乐公司盛总啊，哪里好搞定啊？连看都不看我这剧了。我是随便搭讪的人吗？简直欺辱大辱！哎，你知道他拒绝我理由是什么吗？他在等喜欢的人来。What？ 现在的流行是玩什么纯情角色扮演是吗？真的是。你竟然都还记得？你喜欢的事儿，我都记得。可是故事里的他，终究没有选择和艾琳娜的爱情。但故事没讲的那一部分，艾琳娜有新的开始。还有什么记忆是不会褪色的呢？我想大概只有心里面的吧。这是我收藏的一款很特别的酒，叫艾维莫。从2010年到今年，每一年的味道都会不一样，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收集一瓶，直到我喜欢的人愿意嫁给我为止。为什么是2010年？因为那是我们认识的那一年。心儿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也正好是我们认识的纪念日。抱歉，我都记不清楚了。没事儿，我记得就好。
小盛，我知道你要的不是一句空口的道谢，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任何承诺。我不需要你任何承诺，我只希望你能变回从前那个开心的你，就够了。那今天，让我们忘记一切吧。那就对着你的眼眸干杯。卡萨布兰卡电影里面最浪漫的台词。心儿，你醒了。昨天我们都喝太多了。昨天我们是喝太多了，但是我们都是成年人，我不需要你对我负什么责任。心儿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心儿，你看着我，你的眼睛明明告诉我你在慢慢接受我，难道这一切只是我的错觉吗？这只是一次意外，我们不会因为这个而改变什么。那个人出现在你的世界才是意外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就不能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？难道非得撞得南墙遍体鳞伤之后才肯回头吗？因为我不甘心，因为我忘记不了他。林深，我现在心里很乱，你让我安静一下行吗？行。好，我不逼你了。我已经知道你心里的答案了，我尊重你。记得好好吃早饭。先暂停一下，和我预期的有些偏差，还是要加强基站频率的辐射面，同时将信号延迟降到最低。林总，我们已经做了技术测评，程序本身已经很完美了。如果想要在性能方面更上一层楼，还需要更多的资金扶持。既然知道有需要进步的空间，就不要自我满足。资金方面不是你们考虑的范畴，
你们只要潜心做技术就好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这几天准备一下凌霄计划的相关资料，启动项目融资。好的。你回来了？不是说了吗？让你先睡，不用等我。也没有等太久。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疲惫啊？是不是你公司高层知道我是你女朋友之后，就后悔了？没有，他们做这个决定是因为喜欢你的设计啊。辛苦了。顾总，安行计划的发布资料准备好了，您过目。从雨中相遇那天说起，淋湿一段回忆的痕迹。